地球上有这么一个残酷的地区，一年中冬季被拉长至8个月，最低温曾到达零下71.2度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类居住地比这里寒冷。住在这里的人，他们真的不怕冷吗？我怀着万分好奇，自驾来到俄罗斯奥伊米亚康。我到达这里时，当天最低温零下58度，本地人居然说还挺暖和。我被热情的当地人邀请走进家中，于是我有幸走进了世界上最寒冷的牧场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距离奥伊米亚康大概还有8公里左右的一个更小的村子。哇，用咱们中国的行政级别来说，可以是属于奥伊米亚康村的小组。90%的游客来到奥伊米亚康只会到达村子的中心，而不会来到这周边的小组。这个看上去美不美，仙不仙，像不像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天庭玉皇大帝住的地方啊？其实这个里面是牛棚。看着就特别冷，但是很治愈。这室内你别说挺暖和，至少比我昨天住的那个民宿的厕所要暖和得多啊。这个家庭呢，它现在有45头奶牛，这些牛都躺在这个草里面，这些牛过冬也是挺惬意的。女主人说，我现在要放牛去河边喝水，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？自认为是一个勇往直前的女汉子，这时候我却有点怕了。零下50多度的气温下，每一次在室外活动都是一场考验身体极限的倒计时。30秒感觉热量快速流失，1分钟手指开始疼痛，2分钟脸部逐渐僵硬，步行往返近20分钟去河边，我有点发怵，犹豫了10秒钟，还是决定去吧。没有热点的情况下，进入这样的丛林是非常危险的。深入西伯利亚的丛林中遇到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冬天的话稍微会安全一点，这些动物都冬眠了。哇，太难想象了，这里真的有一条不动河。哎呀，这感觉像是世外仙境一样。零下50度的户外，呼出一口热气便会瞬间临为发烧的冰霜，而这条河居然不结冰。奥伊米亚康人能与寒冷共生的奥秘就在眼前。此刻温热的地下水源源不断涌出地面，汇入严寒，热与冷在此刻共生，雕琢出一片仙境。在几百年前，他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儿呢？我想应该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不结冰的河，他们养的牲畜在冬天也可以喝到水，人在这河边住，冬天也有饮用水。现在反正我的手是一片冰凉，这个水看着冒热气啊，感受一下到底会不会烫啊？猜是冷还是热？这根水其实跟我的手的温度是差不多的，既没有感觉到烫，也不感觉到凉，手已经冷得发疼了。听说用血搓一下手会迅速的升温，先搓一下，手指头渐渐特别冷，好冷好冷好冷！现在整个手已经没知觉了，刚刚还是0度，现在感觉整个手是-10度了。别说这个办法还是真有效，现在手指已经有劲儿了。它并不是整段全部都在冬天不结冰，它刚流出地面的地方，它的温度会比较高，它不会结冰。然后这条河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，温度逐渐降低，它自然就会结冰了。哇，这些牛在这里等我们。从河边回来，牧民大姐赶紧让我进屋，生怕我冻坏了。然而我惊奇地发现，刚刚整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寒冷。所以奥伊米亚康人真的不怕冷吗？我想能抗寒的从来都不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素质，而是蓬勃火热的生命力。人都是血肉之躯，并没有谁天生就完全不怕冷，只不过能在冰天雪地里不向酷寒的生活低头，生命不息，奔波不停，源源不断地输出生命的热量，就自然能以热抗寒。牧场女主人端出了奥伊米亚康美食给我补热量，这些食物一上桌，给了我着实不小的震撼。